用音乐叫醒您的耳朵，欢迎收听12月12日星期四的悦动首尔。大家好，我是人D NCT Dream 的成员黄仁俊。当一位都市白领曾经是很多人的梦寐以求的职业，左手一杯咖啡，右手一本文件是标配。但是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又有多少汗水和泪水呢？今天有多少职场人在钢筋水泥的办公大楼里加班呢？开场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罗布的《회사 다녀요》。欢迎大家走进12月12日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曲为您带来了罗布的《회사 다녀요》。 모든 직장인분들 오늘 수고 많으셨어요。 然后呢，无论您现在从事着什么职业，大家都一起加油，因为明天就是周五了。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为50韩元，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 悦动@gmail.com， 还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下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古筝，古筝，嘿，作为我们节目的大可爱，我想考考你啊，你知道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吗？当然知道，小 case 啦。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 101.3兆赫，或者是下载我们 TBS 手机 APP 软件来进行收听。哇，不错嘛。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身在国外，那该怎么办呢？在国外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悦动首尔哦。如果无法使用以上的方式来收听的话，可以进入到 TBS 官方网站 tbs.seoul.kr 点击 EFM 进行收听，或者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TBS EFM Live Streaming 来进行收听，同时还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哦。叮咚叮，哇哦，果然是我们悦动首尔的大可爱，大可爱认证。那如果错过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或者呢又想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又该怎么办呢？当然也有办法，就是可以下载 팟빵 APP 搜索악동서울，或者是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悦动首尔，就可以收听到往期的节目啦。是的，还有没能听到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凌晨1点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悦动首尔，无时无刻想听就听。We are dreamer， 有梦想的朋友请到悦动首尔来。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打卡悦动首尔的各位都是追逐梦想的人。每天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发送给我们到井号1013，或者是 TBS EFM 悦动@gmail.com， 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打卡的时候呢，请大家告诉我们你是来自哪里，今年几岁，梦想是什么等等，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大家加油打气。希望悦动首尔能够成为支持大家梦想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哦。下面呢就看一下有哪几位朋友打卡我们的悦动首尔呢？因为今天是录音的关系，我们从之前的朋友们当中选了几位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他说，仁俊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的胡诗欣，马上就要20了，现在的我虽然大2，但是已经为了考研每天都待在图书馆了，过着规律但又没有乐趣的日子，也不知道这样的坚持有没有意义。希望仁俊能够为我加油，给我这样的日子带去一点希望。最后能为我这个月14号的生日说一声生日快乐就最好了。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首先祝你14号呢生日快乐，然后呢永远健康美丽幸福下去。然后呢其实你真的已经非常努力了，因为大2呢已经开始就是每天待在图书馆，然后呢努力的准备这个考研。虽然其实这些这种规律的日子现在是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我相信这些日子呢给你以后会带来更多的帮助的，所以呢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的。然后最后也祝你生日快乐。
下一位朋友他说 Hello 俊俊，这里是杨洋，转眼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到了，大3的课程也即将结束，浑浑噩噩2年多，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明年3月我就要经历一场关乎我未来的考试了，是成功了继续上学，还是失败了出去工作，都压在这里了。不是没想过失败会怎么样，但是我爸爸告诉我，就算剩下的时间不多，但你不拼一拼，怎么就知道不可以？为了这句话，我熬夜通宵也要拼一把，就算失败了，可是我有努力了，那我也不会遗憾了。考试加油是的，其实你说你不知道这一年你学到了什么，收获到了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就是我今年收获到了什么，但只要你一直在努力的话，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你已经成长了不少。所以呢，只要你一直努力下去，像你爸爸说的一样，一定要拼一把，然后呢，也希望您可以成功，我会在这里一直为你加油的，加油。下面这位朋友说，人弟晚上好，我是来自南方的苏苏，我的梦想是悦动首尔能够成为可视电台。哇哦，可视电台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节目，那也希望我们的 PD 你能够努力实现您这个愿望。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在正式进入栏目之前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来自 Deep End 的One Thing Left to Do. Put this in motion, waves of emotion, and I'll go there with you. Anticipation, so close I can taste it. There's one thing left to do.生活中的 Top of the Top，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周4的固定栏目 Top of 悦动首尔。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胡文瑞。大家好，我是文瑞，我是 Rudy。 欢迎欢迎。文瑞，你是就是哪一年来到这个韩国的呢？我第一次来韩国应该是在2014年，然后很短暂的在韩国待了2个月之后就回中国了，然后正式来韩国应该是2015年秋天。对，2015年秋天，其实我也是在2015年7月份、8月份的时候来到了韩国。我8月底，我也是8月底。是的，那来的这个韩国之前，你有就是学过韩语吗？我来韩国之前的话，应该算是自学过1年韩语吧。自学的，对。其实这个学习语言，我觉得其实非常的难啊。那文人有没有就是因为外语而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其实我想尴尬倒是没有，难忘的倒是有。就是不好的方面的难忘。就是我在学习韩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课文，但是读完之后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读得很差，然后当时我就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从那以后就决定努力学习韩语，然后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相信这个老师呢也是故意去这样给你一些伤害，然后让你自己就是我现在想起来他有可能是故意的吧。相信是这样的。那么人弟呢？其实我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游戏当中的话，说到这个皮肤的话，用中文说的话就是皮肤嘛，就是这个角色的皮肤你可以改一下这样。但用韩语说的话就是 skin， 但我第一次以为是皮肤。我说那皮肤可是这样一直是成员们这样，特别是在韩语里面很多词是用英文混用的，对吧？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像我们学的时候觉得就会很难，有一点难。然后而且我是从小跟奶奶一起长大的，然后呢奶奶她用的韩语就比较就是古代就是以前的人会去说的。我知道。比如说这个그릇的话呢我们会说사발，要不然就这个당근的话就홍당무。我们都这么学的，所以来到韩国的时候成员会取笑我说你的口音怎么这样啊。是的，有这种的经历啊。所以今天你的这些都是让你哭笑不得的外语经历，对不对？没错。那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呢？聊了这么多。今天的主题就是我刚才说的
让我哭笑不得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是的，那其实我有一种预感，感觉今天这个留言一定会非常的有趣啊。那一首歌曲过后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外语那些事儿。我们一起听来自악동 뮤지션的외국인의 고백。 Yeah, this is song for you.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악동 뮤지션的외국인의 고백。 那我们今天 Top of 悦动首尔的主题呢，就是让我哭笑不得的外语经历啊。是的，今天也和以前一样，我和人弟会用最公正的判断力来决定谁是今天的 Top 1。 是的，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留言。第一位听众会是谁呢？第一位听众的朋友名字叫 Lia， 他说任俊文瑞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Lia， 让我哭笑不得的一次外语经历就是年初时我参加了校外考察旅行，来到了韩国，因为语言不通而产生了很多笑话，哈哈哈哈。那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室友一起去了蒸汽房，应该是汗蒸房吧？对对对对，汗蒸房。每一次看韩剧蒸汽房都会出现，再加上马来西亚没有冬天，所以就特别想去体验。我们进到了一个用盐的蒸汽房，过不久一位大叔进来，他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过来和我们搭话。这位大叔很健谈，一直问我们好多问题，问题是我们都听不懂，他却一直用韩语解释，我们一脸懵的看着他，还拿了手机让他念一次，然后用翻译 APP 翻译，但并不是所有对话都是翻译准确，他没听懂我们的回答，却还不放弃一直问，直到大约20分钟后他才肯离开。他出去前还说了一句话，第一句我终于听懂了，他说好可怕，我要回家去。我和室友一脸懵，哪里来的可怕，哈哈哈哈哈。带队老师当时也在场，过后还问了我们为什么不出来，还待在那边那么久。那一晚好笑又奇怪的对话真的让我很难忘，哈哈哈哈哈哈。其实不是真的有一点尴尬呀不是听不懂，两位都听不懂互相在说什么，但他们唠了20分钟。对，我觉得这个大叔很执着，能够一直能够唠20分钟，对，挺能唠的一位大叔，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时候，其实大家都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好的，我自己都会躲开。装懂什么？如果他问你什么问题呢？那你就我会用手告诉他听不懂要不然就其实是的，用这种身体的语言去告诉他，自动语言就听不懂，对，就你画我猜这种感觉就互相猜一猜啊。那这个文蔚刚刚来到韩国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用韩语这样搭讪过的这样的经历？其实我刚来韩国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但是在我之前提到过我减肥嘛，对吧？在我减肥成功之后，然后在酒吧里面就有了真的就有了，之后就有了。是的。那这个搭讪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很尴尬，或者那时候的韩语怎么样，好吗还是不好呢？被搭讪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有被说英语的人搭讪过。就是因为平时我英语虽然能够用，但是就是口语的话没有韩语这么好，所以的话就会很尴尬。所以当有人用英语给我搭讪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真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跑。对，想避开这个尴尬的，想避开对尴尬的氛围，对对对。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是从小可以说韩语的嘛，对，学韩语长大的，所以呢就是但是我在中国学的韩语和这个来到韩国这当地人他们讲的韩语有些不一样，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当地人讲的韩语呢会非常的快啊，对，我刚来的时候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再加上当时我去的是釜山，然后釜山这个萨图里这个方言让我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哇怎么这么快，然后我还有一些方言，我自己的方言还不好意思去说，然后去小卖店买东西的时候都好就不说话，就this one 给我这一个lo这样不敢去说什么。其实现在真的想起来，语言真的是要说才能够锻炼，真的你要放心大胆去说，就是不要怕被嘲笑。但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丢脸和这种害羞的感觉，因为其实说语言说不好的话，感觉像没处穿衣服的感觉，
好丢脸这种感觉，对，很尴尬，而且会脸红，而觉得大家好像听不懂自己在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要是你身边有什么想跟你用这个想跟你学习语言的人的话呢，你可以就是不要去嘲笑他，你可以就是敞开的跟他聊，首先一定要关心他。对，没错。那我们的时间呢也差不多就到了，我们第一部的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一部的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黑子和고영배的 UFO 타고 왔니。 我们第二部见。 1, 2, 3, 4欢迎收听悦动首尔第二部的节目，我们第二部为您送上的依然是 Top of 悦动首尔。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那幸运的听众呢，还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咖啡代金券。开始之前呢，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 ND， 您正在收听的是 Top of 悦动首尔。坐在我旁边的呢，依然是今天我们的嘉宾胡文瑞。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让我哭笑不得的外语经历啊。文瑞说韩语说得非常的棒啊，那你有没有就是学习韩语的好方法？其实说到学习韩语的好方法，其实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一样，第一是要大胆去开口说聊，然后对，第二点就是要天天和韩国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即使你在国外的话，我身边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中国人朋友。对，就是强制自己和韩国人在一起学习韩语，然后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更多的是学习一种思维模式，就是韩国人的思维模式，然后更好的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没错，其实像你说的一样，我也觉得是一定要就是在这种完全用这个语言的情况下，对，去多多练习的话，你的外语水平一定会提升的非常的快的，我觉得。对。那我们下面时间呢，来继续看一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的昵称是성은，他在留言当中说到：안녕하세요 런디， 저는 성은 누나예요. 대학생 때 영어권 국가로 교환학생을 갈 기회가 생겨 영어를 열심히 배워야 했는데요. 교환학생 다녀왔던 친구들에게 외국어 배우는 팁 물어봤더니 다들 좋아하는 드라마나 영화를 보면서 공부했다고 하더라고요. 그래서 저도 드라마와 영화를 보면서 열심히 외국어 공부를 했답니다. 그리고 교환학생으로 캐나다를 가게 되었는데 다들 제 영어를 듣더니 되게 놀란 눈치더라고요. 왜 다들 그렇게 놀라냐고 했더니 알고 보니까 제가 시대극으로 공부를 해서 옛날 말을 배웠던 거예요. 예를 들어 엄마 아빠 이런 것도 어마마마 아바마마 이런 느낌으로 얘기한 거죠. 여러분 드라마로 외국어 공부하실 땐 꼭 현대극으로 공부하세요. 와. 先问我们来翻译一下。 OK， 这位朋友他说人弟你好，我是성은 누나， 我是성은姐姐。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获得了一次去海外的交换学生机会，想努力学习英语，于是我咨询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学习英语的方法。朋友们告诉我多看英语电视剧或者电影会很有帮助。之后呢，我就按照朋友的方法去做了。当我真正到了加拿大之后，却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我之前因为看了太多的历史剧，所以讲出来的英语都很有古老的气息，把听我说话的人都吓到了。比如爸爸妈妈这样的词，我会说母亲大人、父亲大人啊，对，这个是我在中文里面找的表现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母亲大人、父亲大人这样的表现。然后这位朋友在结尾的时候还告诉我们，一定要看现代剧来学习外语。我觉得这位朋友有点可惜的是，他这么努力的学，然后学到的却是这个古代的这种话，跟他这么付出的努力，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说虽然是只是一些词汇的问题吧，我觉得。没，其实只要再改过来就好了，对，再改过来就好了嘛，对，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反而就是会给那边的朋友留下一种很搞笑的这样的、很可爱的这样的印象，所以还算挺好的。
那我也觉得这个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综艺电影啊学习外语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那文瑞呢？我的最近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的话不一定适合任何人，就是说当你的韩语水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这样的办法，就是你跟着韩剧里面的人说，一句一句的说，这个好像有点难，但是大部分的话但是会很有帮助的，就是学一学这样口音，对，学口音以及学单词嘛，矫正这个口音的时候，这样的方法一定是非常好的。那像这位朋友听众朋友说的一样呢，最初学习外语的时候呢还是要避开历史剧。下面呢来听一首歌曲，来自美剧13个原因的插曲，来自 Selena Gomez 的 Back to You。 You like a shot, thought that I could chase you with a cold evening. Let a couple years water down how I'm feeling about you.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elena Gomez 的 Back to You。 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的昵称为 인하， 他说 저는 런디 때문에 혼자 중국어를 중국어 공부를 시작하게 됐는데요. 얼마 전에 펜팔 어플과 중국 SNS를 중국 SNS로 중국인 시즌이랑 친해졌어요. 제가 런디 때문에 중국어 공부를 한다고 하니까 중국 시즌이는 NCT 드림의 한국 활동이 궁금해서 한국어를 공부하기 시작했대요. 서로 다른 나라에 살고 있지만 마음은 통해서 친구가 됐고 또 함께 서로의 언어를 공부한다는 게 굉장히 감동적으로 다가왔어요. 지난번에 런디가 중국에서 크리스마스에 상대방에게 사과를 선물로 준다고 했었잖아요. 한국과 중국은 너무 머니까 직접 줄 수 없으니까 사과 이모티콘을 보내볼까요? 그럼 더 친해질 수 있겠죠? 라고 보내셨네요. 와, 说到了苹果。苹果，因为这个叫平安夜，对对对，平安夜，对。那你先为我们来翻译一下吗？好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英哈，他说因为人地开始了独自学习汉语的旅程，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中国笔友，这位笔友也是因为对 NCT 在韩国的行程感兴趣，所以也开始了学习韩语。我和他虽然不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因为心灵相通，所以成为了朋友。记得上次人地在节目中说中国圣诞节的时候要送苹果，所以我也想借此来表达我的心意，应该是平安夜吧？对，平安夜，对。但是因为距离太远，没有办法直接给他，所以我准备给他发送一个苹果的表情包，表情好可爱。哈哈，他最后还说这样的话我和他会变得更加亲密吧。일단 그거 중요해요. 크리스마스에 보내는 게 아니라 크리스마스 전날에 보내야 돼요. 네, 이브 때 사과를 네, 보내야 돼요. 그러면서 빙안예 콰일러, 빙안예. 네, 苹果嘛, 苹果和苹果有平安的意思. 빙안예 콰일러. 평안이란 뜻이 있어요. 사과가 또 중국어로 봤을 때 약간 평안하다 이런 느낌이어서 그렇게 보내시면 아마 되게 놀라운 동시에 되게 좋아하실 거예요. 네, 맞습니다. 那我觉得像这种更快学习外语，交一个这种外国朋友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对啊，其实我觉得像我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每天和韩国人朋友在一块的时候，对韩语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很快就能够提高。那么人第一每天和成员在一块的时候，是不是飞速的？其实我说韩语的话已经都是可以正常聊天的状态了，但是我学英语的话呢，我还是要学习很多的英语。然后有一次我们和有一个叫英国歌手 Harvey 的人一起合作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在拍摄这个 MV 的现场的时候呢，因为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嘛，然后我们都是说韩语，这样语言不通，所以我觉得他会很无聊，然后我和陈乐呢就跑过去就跟他一直用英语尬聊，就是我刚才一直想说这个词叫尬聊，对，尴尬的聊天。但是你别说，我们在这个尬聊过程当中呢，我还发现了自己英语还不错的，因为在这当中我会去就是绞尽脑汁去把我所有的英语都拿出来跟他一起聊天，然后他说
我发现这个陈乐你任俊陈乐你们两个这个英语还非常好啊，但这句话我没有听懂然后非常的尴尬。其实我觉得你是很善良，如果要是我的话肯定会想办法躲开。是吗？对啊，其实那种尴尬的气氛我真的很想，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回避，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好难受，所以我就会想躲开。那一首歌曲之后呢，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歌曲来自我们 NCT Dream 和 Harvey 的 Don't Need Your Love。 Yeah, you and I fell in too deep. Love ain't no in between. Too little, too late for us. Those dimples on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我们 NCT Dream 和 Harvey 一起合作的 Don't Need Your Love。 那今天呢，我们 Talk Off 悦动首尔的主题呢，就是让我哭笑不得的外语经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好的，就让我为大家读一读下一条留言。下一位听众朋友的昵称是贝贝，他说：任俊你好，我是来自泰国的贝贝。哇，我们的粉丝。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我的母语是泰语，所以我想分享让我哭笑不得的外语经历，就是我关于英语、韩语和汉语3种语言混合的哈哈哈。这个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我到达首尔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点了，已经赶不上地铁了，所以只得打出租车。出租车师傅就努力用英语和汉语来和我们沟通啊。师傅用汉语问我为什么喜欢韩国，我说 K-pop， 他就问누구呀，我就说 NCT NCT 좋아해요， 然后他说的是我喜欢 NCT， 然后师傅非常惊讶我能听懂他说的什么，所以师傅就讲了很长的一句韩语。当时我只能回答한국말 뭐 안 돼요。 等一下，你现在说的是汉语，但我觉得他是打错了，应该想打的是韩语，因为他之后说的是韩语啊。对，然后应该是韩语对。然后师傅就笑得哈哈哈，不笑得不行了。还有另一件事，就是当我要问路的时候，我不会用韩语讲我想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句子啊，所以我说 I want to go to 장춘체육관。장춘체육관， 这不是我们演唱会的地方吗？ I want to go to 장춘체육관。 장춘체육관， 这让我问路当外国人哭笑不得了，我自己也把自己逗笑了，这就是我难忘的外语经历。不是，我觉得我们俩都被你逗笑了。因为想象到他在问的同时他也有笑场的话，也是多么好笑的事情。首先呢，因为这位朋友是来自泰国的贝贝嘛，所以呢，我这次在泰国演唱会的时候学到了一句泰语，就是萨瓦迪卡폼 런쥔콘 언영카。如果他能听懂的话，就非常的好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好，我是纯洁少年任俊。这你不要误会，这是我们公司给我定的一个这种介绍自己的名字上面贴的东西。是的。那其实在外国生活久了之后呢，很容易把这种2种语言混起来说的啊。对啊，其实在韩国待久了之后，你突然一下子回中国，你会一下子这个语言模式转换不过来。对，我跟你说，我上个月回国的时候，我打出租车的时候，我本来出租车，你说这句话吗？我打出租车去吃自助餐，你说看看。我打出租车去吃自助餐。재미없어，没有意思啊。好的，继续说吧。OK， 我当时应该给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请他直走的，但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用韩语说了一句직진해주세요。然后后来我发现不对，应该说直走。其实我觉得吧，因为你和就外国人生活久的话呢，你说这个外语就已经习惯了，但是当你在碰到这个同样会说2种语言的人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语言就像新世界一样，完全的串来串去的说，而且会有更多的范围的这种可选的语言，所以说起来就会更有意思。就是当你不想让别人听到的时候，像我在韩国的时候，如果想和中国朋友聊什么问题，不想让身边韩国人听明白的时候，我就会选择用中文。但是如果是不想让身边中国人朋友听懂的话，我就会选择用韩语。真的是
是的，其实这种情况我也，因为我和这个陈乐是中国人嘛，但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是，假如说我们经纪哥说啊，周几有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忘了，然后当我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怕经纪人说我上次说了你还不记得，然后我就会跟陈乐用中文说，哎，你别用韩语说，你用中文告诉我们上周有什么行程了的，就有这种情况。我理解，对，是的。那下面呢，来听一首歌曲，来自Idina Menje 和 Aurora 的 Into the Unknown。 I can hear you. 我们刚刚听到，哇，太好听Into the Unknown。 OK，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Idina Menje 和 Aurora 的 Into the Unknown。 那终于到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时刻了。鼓掌啊，今天我们的 Top 1会是谁呢？今天的 Top 1我决定给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利亚。哇，祝贺这位朋友。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非常的哭笑不得。这个20分钟是怎么度过的？怎么度过？非常的厉害啊，我现在都开始问号。哦，非常祝贺这位朋友成为我们今天的 Top 1。 那我们下周的主题呢会是什么呢？我拿到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看到这个题目，我当时脑海里面只有一句歌词。什么呢？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OK， 下一周我们的主题就是我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生活中是需要浪漫存在的，大家做过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可以是对恋人，也可以是对家人，也可以是对自己。欢迎大家发邮件告诉我们。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 tbsefm 悦动 @gmail.com， 然后呢一定要注明 Thought of 悦动首尔，期待大家的参与。那今天文瑞也辛苦了。不辛苦，感谢人弟做我的嘉宾。我是卢弟。那我们下周见，拜拜。下周见，拜拜。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悦动首尔呢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那明晚呢我们相约在晚9点，期待大家的收聽。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Blackpink 的 Romantic하게。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2, 1 아주 로맨틱하게